黑暗的阁楼里，一位老态龙钟的阿婆正在数豆子，1颗、2颗、3颗，从天黑数到天亮，又从天亮数到天黑。一碗黄豆早就不知道数了多少遍，数了多少个日夜，多少个春秋。可几十年过去了，也没有等到丈夫回来。故事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客家山区，这里流传着一种畸形的婚俗，就是把年纪幼小的女孩子嫁入没有男孩的家庭中，苦苦等待婆婆为自己生一个丈夫，这便是等郎妹。运气好的女孩，有的婆婆没多久就生了男孩，这样等郎妹和丈夫的年龄差距不算太大。运气不好的女孩，婆婆连续生几个孩子都是女孩，或者生不出孩子，家中的等郎妹会因此受到婆婆的迁怒。即使生下男孩，男孩与等郎妹的年龄差距也极大，夫妻的幸福率并不高。闰月10岁那年就被父亲带到了王家，但凡家里有一口饭，也不至于把女儿送人。看着父亲离去的背影，闰月还不理解这是怎么回事。夜深人静，闰月偷偷起身想回家，可大门紧闭，她一个小孩子根本拉不动门栓，只能站在门边哭泣。这哭声把王家阿母桃花引了过来，她告诉闰月，她说自从我进了这个家，就是这家的人了，往娘家跑是要犯忌的。阿母说我以后做错了事儿就要自己跪搓板，这样才能记住。婆婆桃花是个善良的人，没有过度为难闰月，因为她也是等郎妹。不幸的是，丈夫去了南洋，上了不归路。幸运的是，她肚子里还有一父子。桃花告诉闰月，要是她肚子里的孩子是个男孩，就是闰月的丈夫，长大以后好和闰月延续香火。懵懂的闰月似懂非懂，只知道桃花给她吃穿，要听桃花的话，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。邻居金枝婶家的等郎妹叫阿菊，要比闰月凄惨得多。阿菊已经进门5年了，却一直没有等到自己的丈夫。金枝婶一连生了3个女孩，因为生不出男孩很郁闷，内心也堆积了怨气。她不会对亲生女儿生气，把怨气都撒在了阿菊身上，骂她命贱，等不来丈夫。阿菊有时候也会偷偷跑回娘家，却被父亲赶回来，说是丢了家族的脸面。这次金枝婶要还生不出男孩，阿菊可能真的撑不下去了。久而久之，阿菊和闰月成为了好朋友，两人一起干活，一起长大。为了更快地等到丈夫，他们还会一起去神树下许愿。小女孩虔诚地闭上双眼，祈祷神树赐给他们丈夫。神树不会说话，只落下一片叶子作为回应。女孩们惊喜不已，仿佛神树听到了他们的心声。不久后，桃花羊水破了，一群人急急忙忙就要生产。桃花强忍疼痛，把闰月拉到窗前，自我安慰似的问闰月自己会生男孩还是女孩。闰月是个缺心眼，没心没肺的回答男孩女孩都喜欢，这把桃花气坏了。闰月自知说错话，便自己跑到阁楼上去跪着，这是桃花教她的，做错了事就要自己罚跪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一声婴儿的啼哭传遍屋子，也许是许愿有了成效，桃花生下了一个男孩。王家有后了，阿菊跑到闰月面前，开心地告诉闰月，你有老公了。老公，10岁的小女孩轻咬这2个字，她还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，只懵懵懂懂地知道这个丈夫就是自己以后的依靠。男孩取名思焕，比闰月小10岁。闰月每天帮他穿衣，给他喂饭，哼着小曲哄他入睡，俨然成了一位小妈妈。慢慢的，思焕长成了一个小男孩。那时思焕还小，当小伙伴们看到闰月找思焕，纷纷起哄调侃思焕怕老婆。思焕听了只是傻傻的笑了，一个孩子怎么可能理解老婆的含义呢？可闰月却发现思焕对自己有了抗拒，他不再让闰月帮他洗澡。闰月知道思焕这是长大了。这时屋外传来一阵喧闹，桃花告诉他，隔壁的阿英婶被进猪笼了。说起来也可怜，嫁进来那么久还没见过丈夫，成亲也是和公鸡拜堂，耐不住寂寞找了个相好，如今被发现，那自然要好好惩罚一番才行。闰月，你记住了，做女人啊，要守得住，要存一而终，听到了？我听到了。又过去几年光阴，思焕又从一个小正太长成了翩翩少年。桃花不惜一切代价，硬是要供思焕上学。思焕见识慢慢变多，当别人在开这样的玩笑时，他辩解道，闰月只是姐姐。尽管如此，闰月还是把思焕当丈夫一样对待，他心里认定他就是他的夫，一辈子都是。思焕听同学说起南洋，听说那是个赚钱的好地方，便对南洋心生向往。可每每提到这个，闰月都黑了脸。不管怎样，桃花都不会让思焕下南洋的，因为思焕的父亲桃花的丈夫就是在下南洋时不幸去世的，桃花不会冒这个险。
桃花的身体越来越不好，家里没有别的男丁，繁重的农活都是桃花和润月2个女人承担。又是农忙时节，桃花再也坚持不住，无奈只能请一个帮工。隔壁的金枝婶是个热心肠，为润月一家找来一个短工。短工名叫春生，是润月儿时的伙伴。早年间被拉去当兵，不料在战场上耳朵被炸伤，退役后靠到处给人打工谋生。春生对润月一直有着爱慕之情，润月看着眼前这个彪悍有力的男子，也是春心荡漾，但又不得不守着最后的底线。2个人之间弥漫着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思绪。村里的长舌妇也开始说3道4。桃花听到这些，危机感就上来了。虽说润月已经是自家的媳妇，可春生这个帅气小伙也是个威胁。为了尽快摆脱这个威胁，桃花把春生打发走，又找到先生，选了个良辰吉日，尽快让司唤跟润月圆房，免得煮熟的鸭子飞走。16年的辛苦劳作与等待，女人终于等到和她年幼的老公成亲了。新婚之夜，红烛摇曳，女人呼唤着害羞的丈夫，掀起盖头，握住丈夫的手，又把脸放在手上，享受着温暖。她解开衣扣，催促丈夫该休息了。可这个她等了16年的丈夫却不肯圆房。受过教育的老公怎么也无法逾越心中的伦理约束，始终把润月当姐姐看待。润月失望地穿上衣服，她等了16年，到头来换来的却是这样的结局。失望的润月第2天早早就起床干活。婆婆桃花是个过来人，她安慰着润月，自己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，过一段时间就会好。听到这，润月又有了希望，总有一天司唤会接受自己。她继续任劳任怨地伺候司唤，可司唤是读过书的，她一心想要见世面，听说下南洋可以赚大钱，司唤便心动了。她不敢对母亲说，只能先征求润月的同意。润月背过身去，她不同意，桃花也不会同意的。司唤看着这个背影，唤了声润月，润月顿时心头一颤，这是第一次司唤没有把她当姐姐看。看到润月有些动摇，司唤又继续发力，各种软磨硬泡，一来可以赚钱养家，二来可以躲避抓壮丁，这不是很好吗？润月听不下去，捂起脸哭泣。当晚2人又什么都没有发生，润月苦啊，润月最终还是没有拒绝司唤。她第2天就在院里打糍粑，为司唤准备路上的粮食。司唤看着润月，扑通一声跪倒，他知道自己这一走，家里就全靠润月撑着了。润月努力忍着眼泪，剪下司唤的一缕头发，当做自己的寄托。看着司唤在黑暗中远去的背影，还有桌上没来得及拿走的糍粑，润月再也忍不住，蹲到地上，一边哭一边吃，眼泪的咸混杂着糍粑的甜，润月却只尝到了苦。第2天清晨，桃花看到呆坐了一夜的润月，却不见司唤的身影，顿时明白了怎么一回事。2个女人相依痛哭。此后的每一天，润月都陪着桃花在河边遥望，希望能得到司唤的消息。几个月过去了，没有一点消息，书里还夹着司唤的发丝。白天有好姐妹阿菊陪着，可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润月只能空对着枕头流泪。这天，桃花照常在河边盼着司唤归来，却等到了噩耗。司唤在去南洋的船上得了重病，到岸后直接扔到死人堆里了。听到这，桃花眼头一黑，她已经流尽了眼泪，只有心在无力的抽泣。可桃花不敢告诉润月这个消息，她都如此痛苦，更何况润月。到了晚上，看着润月懂事孝顺的模样，桃花的心就更加刺痛。她终于忍不住气急攻心，并倒在床上。女人比丈夫大了10岁，却遭丈夫抛弃。润月认为丈夫早晚有一天会回来，依旧坚定地等待着。如今婆婆桃花也病倒了，这个家只能靠润月支撑。好在有发小春生的照顾，春生一直对润月念念不忘，他帮润月劈柴、修屋、种田，这些都被桃花看在眼里。润月担心这样会让桃花介意，又想起家里还欠了很多债，便打算出门挑盐赚钱。润月把桃花托付给好友阿菊后，就独自开始了艰苦的旅程。挑盐的工作很辛苦，润月跟着大队伍，每天要走50里路，累了就停下来接山上流下的水喝。最难过的一关就是路上的强盗，可常在河边走，哪有不湿鞋的道理？这次润月为了躲避强盗，连人带货滚下山坡，手上被磨出了血。正当无助时，春生出现在眼前。原来春生一直跟在身后暗中保护。看到春生，润月虽然心里感动，但仍坚持与春生划清界限。她还有丈夫，她要等司唤回来。春生看到润月执着的样子，一气之下说出了真相：死我都死了，你要等到什么时候？润月听到这，一下呆住了，心里的希望轰然倒塌，绝望、悲伤、自责、悔恨变成千万只蚂蚁啃咬她的心脏。
润月痛定思痛，一时想不开，吵着要跳水自尽。春生哪里肯，也跟着跳进去救人。好死不如赖活着，更何况家里还有一个婆婆要照顾。如今希望是没有了，但生活还要继续，做生意也不能半途而废。润月挣钱回来，为避免让桃花伤心，他隐瞒了死讯，暗地里收好丝换衣服，不再拿出来折腾了。桃花看到润月手上的伤和被晒得黝黑的面孔，不禁的愧疚和心疼。两个苦命的女人在漆黑的房间里抱头痛哭。春生还是一如既往的温暖着润月，他会帮润月包扎伤口，和润月一起干农活，会用杂草编出一个小玩具哄润月开心。润月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份爱意，他一心想着厮换，可如今心里唯一的光也熄灭了。夜晚，润月看着那个小玩具，他拿起玩具往煤灯上烧，却又突然不忍，便又抽了回来。他内心又乱又矛盾，接受春生就意味着背叛厮换，会不会进猪笼呢？他一直在厮换和春生之间纠结。同样是等狼妹，好友阿菊也好不到哪里去。他好不容易等来一个虎仔，生活刚燃起一点希望，却又被一场大水给浇灭了。阿菊的小丈夫虎仔被村里的河水冲走了，虎仔死了，但还是要完婚。于是可怜的阿菊只能和一只公鸡拜堂，她不甘心独自苟活，最后选择跳河自尽。阿菊的悲剧让桃花感到唏嘘，她不禁想到自己家的厮换，王家的香火也断送在了自己手里。一旁的叔公听到这，给桃花出了个主意，干脆招郎，让春生过门和润月结婚，以后生出的孩子随王姓，这样就算延续了香火。桃花听到这也便同意了，他找到春生告知此事，春生大喜，总算盼到头了。他才不在意当了掌门棍会被人嘲笑，只要能跟润月好上，怎么样都行。万万没想到润月不愿意，因为在他心里，她已经是厮换的女人了。听到要嫁给春生，她感觉自己对不起厮换，就在阁楼跪了一整晚搓衣板。桃花看到后心疼不已，这么多年，她早已把儿媳当成亲女儿了。她这才告诉润月，厮换已经死亡的真相。直到这时，他们才知道，两人都为对方隐瞒了这个残酷的事实。婆媳俩抱头痛哭，悲伤和心疼把两个可怜女人的心紧紧捆在一起。不久之后，润月和春生的婚期如约而至。同样在新婚之夜，婆婆桃花收到了信，原来厮换没有死，她在南阳还算安好，只因生活拮据，没钱买票回来。她还告诉润月改嫁吧。润月悲喜交加，掀起盖头，重新燃起了希望。润月终究没有迈出走向幸福那一步，她摘下头上的发簪，选择了遥遥无期的等待，让春生白欢喜一场。在之后的日子里，润月学起小时候看到的那个在阁楼里的阿婆，每天就是一碗黄豆，数来数去，数到天亮，一直数到白发苍苍。润月最终成为了那个阿婆，满脸写满岁月的沧桑。这是何等的忠贞啊！等郎妹是忠诚还是愚蠢呢？是陋习还是对女性的摧残？畸形而又罔顾人性的婚俗让人唏嘘。等郎妹，等郎妹，有多少人等不到自己的郎？当丈夫离开了或者夭折了，这群可怜的女子只能被迫与公鸡或者木头拜堂成亲。她们要守节一辈子，改嫁招人入赘都要由婆家说了算。这群等郎妹的命运是凄苦的，有人出轨被发现，则要被拉去进猪笼；有人熬不住选择了自杀。想想也真是惨无人道啊！所谓的忠贞，像一座牢笼囚禁了他们，比童养媳还要惨。好在时代变了，这种陋习也将不复存在。